今天起老早的，这。哎呀，去田里干活嘛，是吧？哎，行，走，走吧。怎么了？哎呀，这怎么死人了？这个，快走啊！快走，走。来，来，娘，您不用担心，我昨天就只是有些头晕而已，这一觉醒来，便什么都好了。你不必瞒我了，小璐她什么都告诉我了。其实，咱们不需要理会旁人怎么说，既然能够重新活过，那便是老天爷的恩赐，岂能枉费了这一世？夫人，其实也不怪小姐，那王泽生他明明就是一副坏心肠吧，还装成一副白莲花的样子。眼下不必管他，最要紧的是你要养好身子。明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可是要忙活一整天。娘，您放心，我向来看得开，不会让这些事情影响我的。你刚刚醒过来，该饿了吧？来，喝点热汤补补身子。我来吧。公主，大人。他怎么趴在这儿了？怎么死的？通知阿慈没有？已经派人去端侯府通知了，很快就会到。什么情况？啊，回大人，经过初步查验，4名死者应该死于昨日申出至酉正之间。怎么死的？从形状上来看，武术伤口细而深，凶手所带之剑应该比寻常的剑窄而薄，十分锋利。凶手手段极高，2名死者腰间的武器尚未拔出，便被一击毙命。至于那位贵家小姐，是被掐死的，指痕清晰可见，从而可以推断出凶手手掌较小，指骨纤细，很有可能是一个身材瘦小的男子所为。确定吗？哦，也可能是个女人。江凯，是。大人，长乐公主已经验证，死者正是泽生郡主。那就赶紧奏报皇上吧。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恐怕是谁也镇不住了。即便是弄得人尽皆知，也没什么好奇怪的，不是吗？大人说的没错，小人这就去办。郡主，郡主，郡主。郡主，下官大理寺卿乔丽，见过端侯。免礼了。
案发现场在哪？阿次，节哀顺变。这案子查得如何？我在这儿找到了一只耳坠，但并不是郡主和舒儿遗失的。这耳坠应该不是他们的。船上的4具尸体已经查验完毕，经初步断定，凶手应该是一个武功很强的人，且多半是女子。凶器是窄而薄的宝剑，十分的锋利。女子，窄而薄的宝剑。这只耳坠应该不是遇害者留下来的，很有可能是凶手在搏斗期间留下的。这就更加证明，凶手是女子。阿慈，你想到什么了？泽生昨日出宫，是为了找阿元。什么？景慈，你可不要再冤枉阿元了，1次2次真的是够了。阿元当然不可能杀害泽生，但我担心有人会借此生事。那这事儿可就巧了，阿元武艺不错，且破尘剑刚好就是窄而薄的宝剑。我可从来没见过阿元戴过这样的耳坠。这件案子是乔丽在负责。京师大案一律由大理寺纠察审断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阿元先前跟我说过，他前儿个碰见叶王哥哥和乔丽秘密见面，想必是得罪他们了。若此案真的是乔丽负责，他很有可能把此事往阿元身上引，那阿元岂不是要吃大亏了？无妨，还要刑部复核呢。何况此等大案应该很快就会下旨，让大理寺和刑部一起调查。我会看着乔丽，不会让她使坏。再则，袁夫人也不是什么好惹的，若无确切证据，乔丽不会怎么样。这位姑姑，请节哀。是啊，姑姑，节哀啊。眼下最要紧的，还是赶紧找到凶手才是啊。凶手还能是谁？定是阿元，袁清丽。姑姑，阿元姑娘嫉恶如仇，不会是这种人的。你知道什么？我去问过了乔贵嫔，郡主就是为了出去找他，想把药给他，让他恢复往日的记忆，但却下此毒手。你是说，泽生郡主出宫是因为与阿元小姐有约？我依稀记得他们2人不太和睦，之前还在揽月湖吵过架。是啊，他们本就不和睦，所以泽生郡主更不可能给阿元小姐送药。姑姑，是你记错了。正是因为有私怨，他才会害郡主。我小看了他的毒辣。刚才衙役说郡主是被一个女子掐死的。除了袁大小姐这种习武的，寻常的女子哪有这种力量和胆识？可是姑姑，袁大小姐明天就要成亲了，府里必定忙乱，以她的性情，更不可能在这个时候赴泽生郡主之约呀。是或不是？查一下她的行踪，岂不真相大白？姑姑放心，本官备受皇恩，泽生郡主一事，无论凶手是谁，本官定会将其捉拿归案，好给昭王一个交代。谢过乔大人。乔大人，你有什么想问的，奴婢必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大人，方才我们在检查尸体时，在泽生郡主袖中发现了一个绢帕。这不是郡主的绢帕，她并没有带过这个绢帕。左公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听说西西发生了大案件，泽生郡主遇害了，都说是女子所为，
是夏姑姑一口咬定阿元小姐是凶手，但公子则认为阿元姑娘不可能杀人，现在还在西溪找寻线索。我怕夜里太凉，公子身体吃不消，特地回来拿件衣衫，再把他平时服的药煎一服带过去。是。以他的身体状况，是该多留意一些。左公子若不放心，不妨跟我一起回西溪，陪公子查案。啊，我这边还有事情要处理，就不过去了。你把我之前的药方煎成药，带给阿慈让他服下，暂时应该不会出大的问题。好，那我去备药。好。会是探儿吗？不会。他答应过我，不再为虎所长。他不会食言。这金坠子和红衣配起来，又精致又喜气，显得小姐气色特别好。就戴这个吧。好。咱小姐真美。这贺王要是看到小姐这模样，肯定特别开心。贺王爷对小姐跟他的亲事很上心呢。虽说家里接连有事，但该有的礼仪一丝也不少。夫人提起来都赞不绝口呢。我母亲呢？夫人一早就被皇上传召入宫了，想必皇上也惦记着小姐的婚事，特唤夫人入宫吩咐。小姐今日大喜，宫中必定又有赏赐。念七叔也跟着母亲一起进宫了。念七爷自然一起去了，大约很快能回来，绝不会误了小姐的好时辰。小卢，拿我的剑来。好。小姐，这破陈剑自然是要带入贺王府，但是这毕竟是剑，利器太重了，还是不要带入花轿了吧。带着也无妨，辟邪。走。乔大人，今日可是我家小姐大喜的日子，您通融通融。乔大人大驾光临，应该不是来喝喜酒的吧？有一个案子，必须请袁大小姐到大理寺走一趟。什么案子？非得在我大婚之日前往大理寺？你杀了泽生郡主，竟然还以为能若无其事地嫁入贺王府？王泽生死了？不可能，大人。前天傍晚我们离开时，他明明好好的，而且他身边跟了2个人高马大、厉害的很的侍从呢。这就是说，那天傍晚，你们的确和泽生郡主在一起。甚好，这个丫头也带回去，还有袁大小姐的剑，也一并带走。是。你们疯了？这门亲事可是皇上亲赐的。
你们这是存心搅黄是吗？大人，再说了，这王泽生他坏得很，他肯定又想到什么诡计来害我们家小姐。端侯以验明正身，将泽生郡主的尸体收回去。袁大小姐该不会想说，是泽生郡主她掐死自己，就为了嫁祸于你吧？还是跟我回去，把事情交代清楚再说吧。王泽生邀约我成了疑凶，我母亲偏偏又在这个时候被人调虎离山。看来这张大网已经铺开，就只等我入垢了。无论是非，一定会有结果。若袁大小姐没有做过，本官一定不会为难你，请安。大人，既然大理寺传唤，看来我不去是不行的。你告诉我母亲还有贺王，这婚事只得往后挪一挪了。小姐，听闻那日泽生郡主约你是为了给你送药，可待你离去后，泽生郡主和他的随从被人发现死于船中。袁清礼，泽生郡主为何会在给你送药的时候死去？他们一行4人，为何会遇害？跟你有没有关系？你要老实答来。乔大人，你这办案也太不严谨了吧？是他假冒公主之名，执意要与我相见，我根本不乐意见他。瞧见是他，我没说2句话便走了。大人为何一口咬定他的死跟我有关？何况我大婚之日在即，哪里有空跟他纠缠不清？又有何杀他的动机？正是。这个是从阿元房间找到的相约的信函，分明是有人想要刻意模仿我的笔迹。泽生郡主知道阿元不想见他，所以才会想到这个办法。阿元不想见他，更不会与他纠缠。公主，据端侯府侍者知下的证词，他与泽生郡主都不愿袁大小姐嫁于贺王，故而找了左妍希，配制了能让袁大小姐恢复记忆的药丸，希望她在清醒后能够回心转意。据说，泽生郡主在昭州时就与袁大小姐不睦，若袁大小姐服药后恢复了记忆，想起新仇旧恨，当场与泽生郡主发生争执，甚至动起了手，有这种后果，也就不足为奇了吧？乔大人办案，向来都是如此胡乱攀扯的推测吗？证据呢？不行，我必须尽快问明探儿，不能让他害了王泽生，再连累了阿元。妍希，阿慈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在查案吗？乔丽直接去宫中请旨，抓走了阿元。我和长乐他们听到，只能赶回来。看来这帮人是有备而来，根本不打算放过阿元。阿元、穆北烟暗中查你义父的案子，可能知道的太多了，才会被盯上。如今不仅是阿元有危险，你和穆北烟也要当心。好，但目前最要紧的还是阿元吧。
如果是宫中的旨意，恐怕袁夫人都未必能保下他。目前正在过堂。是，我担心他会受刑。妍希，你这里是不是有一种药，服下之后可以令人脉息微弱混乱，呈现出重病垂死之兆？泽生郡主遇害的2名侍卫是中箭而亡，我找人查验过，刀口的宽窄与大小与袁大小姐的破尘剑完全一致。其次，在案发现场，泽生郡主悄悄将一方帕子藏于袖口作为佐证。我问过袁府的侍女，她证实袁大小姐的确有一块上面绣着海棠花的帕子。最重要的是，在郡主遇害前后，在现场附近一直都有目击证人。来人！草民叩见大人。哎，小姐小心！哎呦，差点碰到你啊，姑娘，对不起啊。没事儿。老人家，堂上这些人前日傍晚，你都见过哪位啊？大人，是这2位姑娘。你看着他们上了船，不久又下来了。是。他们走后，可否有其他人上船？老夫一直在河边垂钓，直到天黑，再没看见有其他人从画舫出入。天黑差不多是酉正之后，也就是说，在郡主遇害的申初到酉正之间，只有你们2人上过那只画舫。还有呢？这个。大人，草民想起来了，这位姑娘返身离去时，神色不太好看，衣袖上还有血迹。来，你看看是不是这件？大人，正是这件。袁清离，这个你怎么解释？我们小姐和郡主之妻，离开画舫时便吐了血，你们也看到了，那血迹就在衣袖上。说得对。记起来，小路证词。袁大小姐在离开前，曾与泽生郡主置气争吵。我说错话了吗？没说错。乔大人倒是心细如发，却不知何时从袁府偷走了我的衣衫。袁清离，不要以为你可以仗着袁家的身世背景就可以无法无天。人证物证俱在，不由得你不招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王泽生将要嫁给博王，而我要嫁给贺王，各有各的前程。他异想天开送我什么药，被我骂了一顿，丢了那药也就算了，我杀他做什么呀？你没有服药。一个害过你的人，冒着你好友的名义，送什么药给你，你会信吗？你会吃吗？当然不能信，不能吃。乔大人，阿元大婚在即，即使与那泽生郡主有菊与之事，也不必在这个时候害他杀他吧。那药呢？既然你没有服下，为什么现场没有发现？扔了，扔河里了。扔河里了？难道你就不想想起以前的事？不想。我喜欢现在的我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活得堂堂正正，不必看人眼色，不必仰人鼻息，只懂唯唯诺诺。我厌恶还有人想要把我变回不该属于我的风眠晚的人生。我被人摆布了10几年，谁也别想再摆布我。
对，我也喜欢这样的阿元，潇潇洒洒，永远随心做自己。乔大人，如果阿元没有服药，那证明他根本就没有恢复往日记忆，又怎么会因为恢复记忆而一时冲动和泽生郡主动手？既然阿元没有杀人动机，此事还请乔大人三思。虽然动机不明，但所有证据都指向袁大小姐，所以在她洗脱嫌疑之前，我只能委屈袁大小姐在大理寺待几天了。玉木小心。白岩，我有事找你。什么事？你们且去说说话，我正有事要和端侯聊聊。启禀大人，贺王爷、袁夫人到了。快，把他们2人先押下去。有人处心积虑的想把我留在大理寺，我想离开，自然不愿意。乔丽，你这么着急把阿元押下去，是有什么事吗？公主此言差矣，本官怕什么？就算是袁夫人跟贺王来了，我也是有一说一，照审不误。我只是不希望这2人干扰到我的审案程序而已。你，公主，稍安勿躁。严大小姐，请。这些人处心积虑设下罗网，即使母亲来了，只怕我也难以脱身。当年，我以为我会嫁给雍王，没想到，他却给我赐婚，将我嫁给了元昊。我寻死了好几回，就像那样的太湖石，我撞过2回。夫人，你叫我过来，就是为了告诉我你和皇上先前的这些事。你一定觉得这算不得什么吧？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，也觉得不值得。他很快便娶了我的好友张慧，又因为恋上景家2小姐，便明着暗着劝说，让张慧舍出了正室之位。于是你母亲就成了雍王妃。在下听说过，你和我母亲素来不睦。张慧舍出正室之位，贤良淑德，又向来推避3舍，不肯争宠，故而与你母亲情同姐妹。于是雍王再不专一，你母亲也怨不得张慧，他便恨上了我。那个时候，我也是故意要气他，趁他身怀6甲不便侍寝之时，常常去雍王府找雍王，终于气得他跟雍王大吵一架，不顾8、9个月的身子，执意要回昭州。你是在说我母亲的不是？我本来不想说，是你那位知夏姑姑，一大早便到皇上那里告状。她不仅告我的状，说我是杀害你母亲的元凶，还说阿元是杀害泽生郡主的元凶。我赶到的时候，皇上已经下令缉拿阿元，还下令跟禁卫说，如有反抗，当场格杀。幸好阿元不曾反抗，不然他得在他的新婚大喜之日，横尸花轿前，血洒红嫁衣了吧？阿元绝对不可能杀害泽生。至于袁夫人，我没有杀景妃，
之下那个蠢货，他一定重复千百遍地告诉你，我就是你的杀母元凶，而他唯一的佐证，便是从劫匪身上掉下来的一块令牌而已。人人都说你端后心思过人，那我问你，谁家派杀手杀人，会特意带上一块表明身份的令牌，唯恐旁人不知主使者是谁？这是戏文看多了，把别人都当成了傻子，还是他自己就是个傻子？你是说，杀害我母亲的另有其人？皇家后宫姬妾众多，为了争名争利、争正室之位，斗个你死我活也不足为奇。当时我是元昊的妻子，雍王见不得光的旧日情人，杀死了你母亲，我能得到什么？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当时与我母亲结下仇怨的，除了你，没有别人。你回京之后，我便派人去暗查此事。原来以为过了这么多年很难查出，可巧查工人落水案带回的那个叫秦姑的老工人，偏偏知道些当年之事。他的哥哥是张会的人，就在你母亲出事的那段时间，他曾经带着高手离京，回来的时候还负了重伤。你是说，出手的是张会的人？你母亲出事的时候，张会哭得比谁都伤心。雍王虽然没有把她重新升回雍王妃，可从此再也没有立正室，后宫一切的事情都交由她打理。后来她升了庆王，更成了受皇上敬重的张贤妃。你从未出手，你也是被人陷害。幸好我事先查明，今日皇上雷霆之怒之际，我还有话可回。当年参与之人，如今尚有活口。你若不信，可以再等上几日，看看皇上找到的证人怎么说。从小到大，义父和姑姑一直告诉我，是你杀了我母亲。你的父亲一再要牺牲我的女儿，却从来都没有想过要牺牲我。而你呢，再三地把阿元往死路上推。他如果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要让你给他陪葬。念七，哎，夫人，我们去救阿元。是。错了吗？在最初的最初，竟然都错了。大胆！陆北燕，这里可是大理寺，你要造反吗？我哪儿敢造反？我夫人被乔大人抓来大理寺，我就想着，这乔大人是记挂着上次我们无意闯入染房，刻意公报私仇呢。说到这个，我这肩膀被刺得不浅，至今还疼着呢。怎么就这么巧，偏偏这回又是乔大人来办这个案子？贺王若是觉得本官办案不公，可以启奏皇上，将案件移交他人。我的新娘子现在在哪儿呢？我总可以去见上一面，问问清楚，我这半路被撇下的新郎还要不要娶亲了吧？案件未了，贺王的亲事恐怕要暂时后延了。至于袁大小姐，她重案在身，真相未明，贺王自然是不便去探望，还望贺王以大局为重。
不可任性。乔大人这是在教训我，不识大体。贺王乃将门虎子，本官岂敢教训？但泽生郡主遇害，势必会令昭王及昭王麾下众将士不安。若不谨慎处置，恐怕会动摇大庸之根基。贺王是聪明人，应该明白其中厉害。乔大人，夫人，乔大人说的头头是道，连大庸的根基都搬了出来。恐怕今日我就是说破嘴皮子，也不会让我见阿元了吧？不是不许，是皇命不可违。如果袁夫人执意要干涉，只会让袁大小姐罪上加罪，那可就罪无可恕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不难为乔大人。北烟，我们两府宾客应该已经到得差不多了。事情闹成这样，应该给他们一个交代。你随我回去，安置府中事宜要紧。告辞了，乔大人。我们要尽快找到瓶子，这样就能证明阿元没有说谎。公子，阿元小姐扔在河里的药瓶找到了。打开。看，阿元果然没有撒谎，他没有服药，也没有记起来。没有服药，再好不过。为什么？若是他能记起过去，记得你对他的好，不是很好吗？其实妍希炼制解药，我是知道的。我的确曾盼他想起往事，想起我待他的好。今天我才发现，其实失去记忆，或许对他来说更好。她本就是袁家大小姐，跟我无怨无仇，我根本没有任何立场去安排她的人生。我自以为对她的好，其实都是对她的羞辱。她本该在父母面前欢笑着长大，而不是在昭王宫看别人的脸色，卑微的活着。不要想那么多了，现在最要紧的是想办法替阿元洗脱罪名，一切还来得及。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小姐，这地方怎么待啊？又有蜘蛛，又有蟑螂的，说不定还有老鼠呢。小鹿，你不是说要保护你家小姐吗？你看我手上这镣铐是你的双倍重，正需要你的照顾呢。你连蜘蛛、老鼠都怕呀？有什么好怕的？小鹿，别折腾了，这里又冷又潮的，赶紧休息，保存体力才是。对，小姐，夫人不是来了吗？为什么还不把我们接走啊？难道
我们要在这里过夜啊。过夜大约是免不了了，而且这里是大理寺。大理寺卿乔丽先前便与我结下仇怨，巴不得贺王府跟元府出事。就像穆北烟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一定不会放过那些杀他父亲的主使者。那夫人不能向皇上求情了吗？他们既然敢对我动手，大约做好了准备。即便是皇上要彻查此案，但乔丽等人不甘心错失良机，也会在我被羁于大理寺之时，暗动手脚的。那怎么办呀，小姐？那也不怕的，天塌下来有你个儿高的小姐顶着呢。他们要真问你什么，照实回答就行。实在答不出了，就推在你小姐我的身上。他们不管问我什么，我知道怎么答。小姐虽然个高，剑比我快，但是我比小姐壮啊。小姐你放心，我会不惜任何代价保护你的。有志气，小鹿有志气。乔大人命带人犯袁清离前去问话。小姐，我跟你一起去吧。不用，你在这里乖乖等我就好。快点儿！